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Esa Love， 我出生在中国的西安，我有一个中国名字，但是我更愿意大家叫我 Esa， 它更简洁，更符合我现在的震动。作为西人的一个习惯呢，会在名字的后面加一个姓。我用 Esa Love， 用 love， 用爱，是因为在一次冥想的过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其实就是来自于爱，造物之主就是爱。所以我就将 love 作为了我的姓。我现在生活在德国，我是一名能量治愈师、冥想指导。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需要的人们和动物进行能量治疗以及冥想指导。我的 YouTube 频道呢是 Esa Love， 就是我的名字。我的频道主要是为了将我累世所学到的灵性知识，以及从造物主和高灵那里得到的信息，分享给那些对灵性世界感兴趣的人们，以及那些已经行在扬升途中的人们。这是我投生于地球的主要任务之一。那大概是在2011年的年末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渐的学习冥想。自从那时候开始呢，有的时候在冥想当中，有的时候是在白天做梦，就是睡午觉的时候，做白天睡觉的时候做梦当中，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人和事。一开始我只是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就将它们写下来，写在了我的日记里面。那后来发现呢，它们都是有关联的。在这之前呢，我曾经找过一个道家的老师，给我看过我的前世。那么他说呢，我其中有一世是在欧洲，那我对欧洲的前世这一世是非常的感兴趣的，所以我就抱着一个这样的感兴趣的状态呢，报考了美国的一个前世学习的一个学习班。我去美国学习催眠课程呢，当时就是为了希望能够对我的欧洲这一世有最深刻的了解。但是却意外地发现了，我有一世竟然是在亚特兰蒂斯，然后就像看电影一样，有大概4到5个很重要的片段。当那个整个过程完毕之后呢，我会突然间对自己从小到大的所发生的一切就有了很明确的答案。对于以前的我来说，亚特兰蒂斯就和《西游记》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传说，就是一个故事而已。我从来没有为之着迷过，或者是说研究过。但是从美国学习回来之后，对我影响非常的深，以至于我在1周之内眼睛的瞳孔的颜色都是浅褐色的，而且一直是处于一种通灵的状态。在这种通灵状态下，我得到了来自于欧洲那一世的很多信息，比如我的出生、我的出生时间，以及当时死亡的时间。很有意思的是，我把我的这个当时死亡的年龄和出生的年龄相减，得到当时我活的岁数，刚好是符合我在之前道教老师那里所得到的是完全的一致。尽管如此，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还是有一丝丝的疑惑。虽然当时的情绪感受是非常的清晰和真实，但是有意思的是，当这种回溯完毕之后呢，我发现我从前世回溯当中所回忆起来的知识是在我这一世从来没有学到过的，而且还发现所有的这些片段，这4、5个很震撼的片段，和我之前在冥想当中、白天的睡梦当中所看到那些是有关联的，可以连在一起的。再后来的事情就更让我震惊了，我在一本新买的书上看到了和我前世回溯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在世界的某一处，在大海的另一端，曾经和我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和我一起转世了。这让我相信一切都是一种必然，一种觉醒的必然。回忆起自己是谁，并且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转世到地球。想要确定一个人前世信息是否是真实的方法呢，有一个非常的简单，就是在这个前世回溯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会有强烈的一个情绪的体现，以及是否有超出这个人现世以外所知道的知识。还有一个很简单的自我判定的方式，就是往往呢，当你这个前世的信息
来到了你的头脑里的时候呢，它是一瞬间的，一瞬间有一个完整的画面过程，就像是谁把一个电影放在了你的脑海里，一个电影的片段放到你的脑海里，它是一个非常快而且完整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强烈的情绪体现。幻想的话就完全不同了，当你幻想的时候，你需要将画面和情节一点一点的勾勒出来，就像是画画一样慢，并且不带有突然和强烈的情绪表现。我的亚特兰蒂斯前世的回忆呢，内容是又多又广又琐碎，下面我为大家描述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大部分的亚特兰蒂斯的前世回忆都是在被动情况下发生的，从近几年开始才会有一些主动情况下会看到、感觉到和听到。被动性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在我做梦的时候，在我冥想打坐的时候，出现的都是一些在那一世对我很重要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片段。比如我看到我那一世大概是在人类年龄的16岁左右，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那是我真正成为一个名女祭司的一个加冕仪式的一个片段。当时我穿着白色的袍子，然后我很兴奋自豪地迈着步伐向前走，在一个神殿的中央向中间的一座神像走去。这个神像是波塞冬的神像。在这个拱形屋顶的房间内呢，这个神殿内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祭司，他们的年龄呢相较于我要大很多，男祭司相对会比女祭司多一些，而且都穿的白色的袍子。我非常自豪，而且非常开心的，迈着脚步走进神殿。我当时非常自豪和开心激动的原因，不光是因为那天我成为真正的女祭司，而是因为我当时是入职年龄最小的女祭司。当时的那个房间呢，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个神殿的房间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这个波塞冬的这个神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的这个神像呢，并不是一座很巨大的一个神像，而是就是比当时的这个真人大小要略微大一些而已。我想这是我当时那一世中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吧。